截止到现今，俄乌战争已经是打了9个多月，也是进入21世纪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军事战争之一了。在此期间，俄乌双方弹药也是消耗巨大，西方媒体时常传出俄军弹药耗尽的消息。但与此同时，乌军、北约各国的弹药储备似乎也在逐渐消耗。那么，俄乌双方的弹药情况到底如何？这场战争还会持续多久？别急，跟着大兵一起看一下。从今年2月份俄乌战争爆发以来，根据相关报道，参战双方都承受着巨大的人员和物资损失。近期，西方和乌克兰人员以及军事分析专家一直在说，多个迹象显示，俄军库存当中包含导弹在内的许多关键武器系统正在减少，而且俄罗斯并不能使用立下的所有精确弹药库存，因为其中一些导弹是用于携带核弹头的，再加上必须保留一些以备不时之需，比如用于威慑北约驻扎在俄罗斯附近的部队。另外由于此前在5到6月份俄军对顿巴斯地区发起的猛攻，期间每天打出了近5万发炮弹，相当于10倍于乌军的炮弹发射。有观察表明，俄军现在的炮火用量已经降低了70%以上。6月12号，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公开讲话中透露到说，俄军虽然依旧在发射导弹打击乌克兰地面的目标，但是比如说在11月15号，俄军就发射了近100枚导弹，袭击了乌克兰能源和供暖基础设施。但是这些导弹的使用速度却从冲突初期的每天发射2达大幅下降。乌空军曾在上周也向外表示，整个10月份俄军只发射了15枚口径巡航导弹。除此之外还有报道说，俄罗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装备生产国之一，现今已经被迫向外寻求武器供应商，侧面证明了俄罗斯国内的军工企业已经很难满足作战部队的需求了。比如乌克兰官员不久前向外表示，伊朗已经同意向俄军提供2型弹道导弹，射程分别为290公里和690公里。而且伊朗的 Shell 的136自杀式无人机早在9月中旬就出现在了俄乌战场上，对前线部队造成了重大影响。虽然这些武器大多数都被击落了，但是却消耗了乌军昂贵且稀少的防空导弹，增加了基辅在防空武器方面的压力。另外，俄军中还存在一个现象，也可以侧面证明俄军打击弹药的短缺，那就是俄军正在用越来越多的非对地弹药执行对地打击任务，比如说用反舰导弹攻击乌军的陆地目标，其中甚至包括 S-300的防空导弹。根据乌克兰官员现今的估计，俄军虽然只发射了 S-300库存的10%，但是俄军很可能已经使用了近一半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的库存，战前时大概有900枚，而库存的口径巡航导弹也不多了。所以近期俄军使用了大量的低精度弹药，并且几个月来每天只发射数千枚炮弹，射速已大幅下降，也就意味着即使是低精度弹药可能也不多了。与此同时，本月23号，俄罗斯消息报向外报道，俄总理米舒斯京在22号的会议上表示，已经制定、批准并且付诸实施保障军队供应的任务。现今许多私企已经在为俄军提供制服、防护设备以及其他必要的产品。另外近几个月在战场失利之后，俄总统普京随即下令俄工业增加军事生产，在10月还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协调委员会，借此帮助加快弹药物资的生产。但是这些措施却面临着一些问题。首先就是俄罗斯的经济和劳动力问题。根据此前俄经济发展部的数据显示，在9月份俄经济同比萎缩5%，而且俄央行的最新预测显示，俄罗斯今年还将会面临所有大型经济体中最严重的衰退，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会下降3%到3.5%。再加上9月份普京发起的30万人动员令，导致数十万适龄男性逃离俄罗斯，极大影响了俄国内的劳动力市场，并且加剧了战争爆发后存在的人员短缺现象。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向外公布的数据，仅是9月份，俄国内劳动力就减少了近60万人，比之21年减少了70万，总体下降了1%。俄国经济学家还表示，当10月份的统计数据完成时，造成的全面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。俄罗斯经济研究员阿列克谢·克里莫夫斯基说道，动员令影响了数十万经济活跃的俄罗斯人，不得不影响经济。
由于经济链正在崩溃，各行各业有价值的专家正在离开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由于北约各国对于俄罗斯微芯片和其他高科技设备的制裁，极大限制了俄罗斯生产精确导弹的能力。在11月份的一份报告中显示，英国智库援引对乌官员的采访估计，俄军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月产量已经降到了6枚左右。综上所述，俄军的弹药情况确实非常不乐观。那么乌军的弹药储备如何呢？其实和俄军一样，乌军的弹药库存同样也面临着短缺的情况。根据本月22号俄国内观点报的报道，现今乌军所使用的火炮发射的主要是美国海马斯火箭炮弹和北约的155毫米口径炮弹。乌军正在从库存中取出5.45和7.62毫米的各型子弹。目前呢，北约子弹极度缺乏，美国援助的 M16自动步枪更是面临无弹可用的状况。根据此前北约消息人士的话称，西方国家必须更加深入地挖掘其储备，从而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弹药。根据近期的相关报道，俄乌双方在前线每天都要消耗巨量弹药。俄军的 AK-47 1分钟就能发射600发子弹，而乌军的152毫米火炮的射速为每分钟3发。由于在战争期间乌军火炮很少保持沉默，所以必须给他们定期补给弹药。另外，火炮在发射数百发或者1000发炮弹后呢，还面临着炮管磨损需要更换的情况。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最新报告，里面谈到了对乌武器援助的规模。从今年2月份以来，美国已经提供了超过197亿美元，含了142门155毫米榴弹炮和92.4万发155毫米炮弹，4200发精确制导的155毫米炮弹，9000发155毫米远程反装甲地雷系统，18万发105毫米炮弹，38套多管火箭系统和配套弹药，13.5万发120毫米迫击炮弹，1500枚管射、光学跟踪、限制导弹，8个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和弹药，用于 Hawk 防空系统导弹，数量不明的 AGM-88 反辐射导弹，超过1.04亿发小型武器弹药，以及超过7.5万套防弹衣和头盔。为此，美国进行了约900次军事运输飞行。如果按照乌军炮兵每天70到80门火炮，每门火炮1天100发来计算，乌军1天就要消耗掉7000到8000发炮弹。现今，北约各国主要是从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基地向乌克兰运送弹药，运送方式包括铁路和公路运输。除了每天弹药消耗量大以外呢，俄军在对乌克兰进行入侵以来，期间呢对乌军基地、指挥中心、机场、仓库以及一些保持生产、持续向乌军提供武器装备的军工企业进行了打击。根据相关统计，在经历过一系列打击后呢，瘫痪了乌克兰近90%的坦克装甲车生产能力。在本月19号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，俄罗斯官员弗拉基米尔·罗戈夫向外表示，在扎波罗热市发生爆炸期间，摧毁了乌军弹药库和马达西奇工厂，多个维修航空设备的生产车间。这就意味着乌军的弹药大多数是依靠北约各国的援助。那么北约各国的弹药储备还充足吗？在11月20号，德国国防事务专员艾娃·赫格尔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向外表示，德军正面临着严重的弹药短缺状况。赫格尔透露，德军未来预计将耗资2000亿欧元来重新填满弹药库存。此外，他还说到，德国一些军队甚至缺乏基本的个人装备，并表示之前部署在立陶宛的德军士兵，有些是在没穿防弹衣的情况下参加训练的。根据此前美国媒体商业内幕的报道，有德国议员和军事专家表示，如果未来发生重大冲突，德军的弹药只能维持1到2天。而按照北约的标准要求，成员国的弹药储备应该至少能够维持30天。因此，德国防部此前便表示，德国已经无法在不耗尽本国武器库存的情况下，继续向乌克兰援助更多武器了。至于美国方面，人们最关注的还是 M142 所配属的火箭弹。现在可以确定，乌军收到的是20辆 M142，以及15辆使用同一弹药发射装置，单轮发射量是 M142 2倍的 M270。而此前在10月份，美国还承诺再援助18门 M142。
按照此类火箭炮每天半轮齐射来算呢，单日需要发射150枚火箭弹，1个月就是约4500枚。可能各位觉得这个数字并不多，但是要知道，像这类拥有精确打击能力的火箭弹，由于库存困难等原因，美军自身的库存其实也不多。根据 The Drive 网站的推测，此前美军采购订单中的5万枚这类火箭弹，截止现今大约还剩下3万枚左右，其中至少一半是提供给了乌军。与之相比呢，深管火箭的弹药消耗更加惊人。上面大兵也提到了，截止到11月份，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援助了124.3万发炮弹，其中155毫米炮弹是占了绝大多数，达到了92.4万发，105毫米的也有18万发。由于155毫米炮弹是其中的主力，这便对美军该类炮弹的库存有了很大影响。为此，美军直接调整了原计划在2023年采购2.9万发炮弹的原始方案，改为了年产28.8万发。另外，在11月3号，美国防长劳埃德·奥斯汀与韩国防长李钟燮就韩国对美国出口10万发155毫米炮弹达成了原则性协议，美国将采购韩国的10万发155毫米炮弹。至于这次美国为什么想去韩国采购弹药，大概率是因为在上周，一名美国防部官员向外表示，乌军每天前线要消耗7000发火炮弹药，里边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美国的援助，这也让美国呢军方自身的库存堪忧。再加上此前美国防部官员在8月就曾表示，援乌的大部分武器装备，包括弹药，基本都是来自美国自己的库存，这令其部分弹药的库存水平降到了难以应对意外威胁的程度。除此之外呢，美军的库存的导弹也不多了。美制的标枪和毒刺在俄乌战场上虽然表现极为亮眼，但是消耗量也是巨大。其中标枪呢已经向乌军提供了8500发，已经占了战前美军全部库存的50%了。至于毒刺则是稍好一些，现今大概是提供了约1800枚，占美国战前库存的30%左右。而乌军在前线的消耗仍然在增加，照这种速度进行下去，导弹库存耗尽也是有可能的。这对于美军来说呢是万万不能接受的，所以必须进行调整。而除了上述说到的增加炮弹年产量外呢，美国防部还拨款了14.5亿美元，用于采购新一批的标枪和毒刺。另外还有一份总价值5.21亿美元的订单，用以生产海马斯配套弹药，全部相关采购费用在35亿美元左右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俄乌战争还会持续多久？其实俄乌双方和北约的一些国家出现武器弹药库存不足的情况，这是必然会发生的。毕竟只从战争持续时间来看呢，进入21世纪进行的几场战争中，现今的俄乌战争虽然并不是最长的，但是俄乌战争却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强度，这也就导致双方弹药的大量消耗。在战争之前呢，许多国家的弹药储备并未预料到会有这么大的消耗和损失。从全方位分析的话，俄军应该会比乌军更早一部分的消耗完。虽然乌军大部分靠北约各国的援助，但分摊下来的话，压力会小很多。也就是说，之后谁的弹药更充足，补充更快，尤其是在高精度弹药方面，准备的一方更容易获得火力上的优势，以此在战场上获得决定性的优势。此外呢，这场战争进行到现在，考验的更多的是双方的耐心和实力，任何一方稍有失误都会满盘皆输。